Hello，大家好，我是 Fellow 先生。很快的，这一集已经是 Podcast 的第5集了，但 Fellow 先生发现，还是因为可能是我的 Podcast 比较小众，所以还是很多人不晓得Fellow 先生的官网还有粉专在哪里，所以现在我就稍微的宣传一下。Fellow 先生的官网是在 fellowsglobal.com，fellowsglobal.com，然后名字叫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那 Fellow 先生的粉专是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那现在 Fellow 先生等于是只有一个人包办经营所有的社群，本身没有秘书，也没有行销，也没有业务人员，所以如果想要听、想要看 Fellow 先生的正版的内容创作，就请到fellowsglobal.com， 还有fellowsglobal.com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还有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来看一些文章，还有听一些 podcast 来提升你的持续性创新生产力。那前几集我们都已经有讲到初衷、使命、定位，这次我们来讲执行好了。应该说怎么样执行自己的，应该怎么样在执行面上执行自己的事业。那我觉得前面讲的初衷、使命、定位，其实都是由大处着眼，但其实如果要讲到执行的话，就必须小处着眼。那这要用什么方式呢？其实很多很多的工作，大家都已经忽略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金石创业。这个金石创业其实它不是只有创业的人才可以使用的，是适合各行各业的人。那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他们在做事业的时候犯的错就是想要一步到位，然后把每个细节都想要做到尽善尽美。那其实这样是无可厚非啦，但是如果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那有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所有细节都做到尽善尽美的结果，有可能顾客不买单，然后反应不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多在做事业的这些心血就浪费掉了。所以金石创业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它等于是教我们要先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先试水温。那么他讲到一个概念，就是金石的 MVP， 就是 Minimum Viable Product， 这就是最小可行性商品。那它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就是用最低限度的方式来打造一个商品，然后来测试看看它能不能够达到能不能够让这个产品的接受度到达一个水准，也就是也就是金石创业里面讲的 PMF， 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那其实这就叫产品市场契合，也就是其实这个 PMF 有很多种衡量的指标。其实如果硬要衡量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让你的产品已经上轨道了，然后可以找到对的经营模式，并且把这样子的方式复制下去。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达到 PNF 了。其实那有些人要说，那很多大公司他们也没有用这种金石创业的方式，为什么他们有的都还是
做得大大的成功呢？其实我们如果要讲有资本的大公司的话，通常他们的耐受度会比较高，因为有可能，譬如说他呃，就是如果他譬如说开店好了，他一次拓展了好几个分店，结果都经营不善，那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伤害比较不会那么大，因为他还有足够的资本可以东山再起。那再来就是很多大公司，还有有资本的大公司，其实他们的商业模式都是已经达到他们的呃，应该算经营模式已经达到 PNF 了，所以呃，他们比较不需要再用这种金石创业的方式去执行，因为他们可能着眼点是在抢市占率之类的东西。那我们讲到金石创业，其实它等于是一个对未来还未知的状况，你还不知道这个模式能不能够成功，然后是先用做实验的方式，也就是试水温来判断它到底就是这个模式这个产品能不能够被大众被市场所接受。那我可以在这边举几个例子，譬如说App，我们如果要做 App 的话，一开始的话，当然可能就是呃要找齐工程师、前端、后端、UI、UX，然后产品经理，就基本上这些就是比较像标配。那其实不一定要先找齐这些人才开始开发这个产品，其实可以先做类似 markup，就是有点像是譬如说 App 里面可能会有 coding 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呃类似网页的东西，然后可以让 App 像翻网页一样，就是做一个比较阳春版的，然后里面没有什么 coding，但是可以用一些呃设定的一些资料，就是可能譬如说有一些可以假定一些顾客的，应该怎么讲？其实就是并不一定要有真实经营的顾客或什么，就其实 markup 的定义就是，可以先把每一个 app 可能会走的一个流程还有页面都可以先很阳春的做出来，然后先不用 coding，那就是让玩家让那些测试者可以先去花花看，然后感受一下他对这个 app 未来有可能的样子是不是喜欢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有一个OK，另外就是商店，然后商店它其实呃它的 MVP 就是我们所谓的快闪店，然后电影的话就是所谓的分镜。那如果要设计一个东西的话，呃，在开始真的去做的之前的话，可能会先做出一个原型。譬如说，我们可能请人家设计商标或什么，那我们就可能希望他能够做出几个原型，然后说不定未上色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 logo 的概念是怎么样，然后再修正，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出原型。那工厂的话，基本上呃有的时候我们会，譬如说想要一个工厂的厂商想要跟供应商拿一个零件，呃希望那个供应商可以做出某种规格的零件，但是如果还没有符合厂商的需求的话，就呃开始
就开始量产的话，就是非常不智的。所以一开始都会先有一些样品，让厂商会先测试看看是不是有达到他们的需求。那其实我在 IG 上面有讲了，就是全家他卖双麒麟的时候，其实他们在一开始卖双麒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运用金石创业的这一个方法了。那他们一开始并没有马上把他们跟日本合作的厂商的双麒麟的机台放到每一个分店上面去，他们会先譬如说在一个几个点，然后他们觉得可能一开始可以得到顾客回馈的反应的地方，先设几个点，然后试卖看看。那其实后来发现，真的大家反应都很好，然后也很多打卡啊，或者是慕名而去的，譬如说各种口味，然后大家觉得，就是很喜欢这个产品，然后譬如说菲尔先生以前就会特别绕去那个某间，在还没有全部都拓点的时候，都有去某些分店去吃他们的双麒麟，所以呃当他们发现这些点的双麒麟都很热卖，然后都是一个加分的产品的话，他们觉得这样 OK 了，那呃就把几乎全台的全家的分店都放上了双麒麟，所以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可能一开始还不确定双麒麟受不受欢迎的时候，就把每间店都放上双麒麟的机台。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发生了其实反应没有想象中好的时候，那么机台的成本可能就会浪费掉。然后，那么我刚才讲的那个，譬如说供应商要供应厂商零组件，就被要求要供应一个没有开发过的零组件的时候，那其实就可以用譬如说他们如果要打造 MVP 的话，其实并不需要去买一个机台真的开始去量产，那他们可以直接先，譬如说用最简便的方式、最省成本的方式，那可能就是用3D 炼艺的方式，先打样一个样本，然后把它寄给厂商去过目，然后发现有什么觉得需要修改的，或者是他们的规格是怎么样，符不符合？那如果真的他们满意的话，就可以把可以呃就可以譬如说去买机器，然后开始做量产的工作。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把机器买来可能刚开始就为了要符合他的需求就买了机器来做，结果顾客不喜欢，那说不定就没有这个单了。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买了机器的钱就浪费掉了。那这样子的话，然后现在譬如说也有一些新潮的商店或餐厅，他们其实如果想要在好的地段，然后租一个点，那他们可能譬如说一次要租1年或者是好几年，那这样子的话，譬如说这样子的话负担就会比较大，而且就会被合约绑，等于说会被绑好几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如果中间经营不善的话，可能就呃等于就浪费掉这个租金还有时间。所以其实这些商店还有餐厅其实是可以开快闪店，譬如说像有的可能快闪店只有开几个月，那其实他们就是用快闪店这段期间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看看能不能获客，然后
看看他们的概念 O 不 OK， 经营模式 O 不 OK， 商业模式 O 不 OK。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如果经营的不 OK 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可以开2-3个月就停掉，然后另外再找别的方式去经营。那其实这样就是金石创业里面讲的周转，就可能换一个方向。那这样子的话，如果经营可以的话，那其实就可以用同样的经营方式去开各个分店，然后甚至可以去找一个精华地段，人流多的地方去经营这间商店或餐厅。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在很大程度这个模式已经达到 PNF 了，已经受顾客接受了。那其实换点只是好坏比较好，有没有比较好的问题而已。那像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早期在 7-Eleven 初创的时候，他们就吃了一个大闷亏，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证明超商的模式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台湾的北中南就开了10几间分店，然后一直想象着，虽然很乐观，但是想象着，这样子一个崭新的流通事业对统一会很有帮助。那其实这样子就是没有运用金石创业的结果。结果刚开始的话就真的是经营不善，然后收了很多。那等到他们开始把店数变少了，然后开始在一个直营店里面尝试各种不同的创新的时候，开始商店上轨道了。那其实他们后来再拓点，那就变得很成功了。所以这就是金石创业能够带来的好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等于说金石创业可以省下无谓的浪费，然后也可以在过程中，去实验，然后学习，然后能够找到对的模式、对的经营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达到 PNF 的话，其实也就是可以扩张的时候，可以把譬如说产品可以弄得精致一点，然后发掘更多细节，然后也可以把服务的流程弄得更好。那其实达到 PNF 之后，其实就是一个扩张和修正的，应该说扩张和增加细节的时候。所以在 PNF 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所以能够用最低的成本，然后发挥最大的效益，就是金石创业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优势。所以今天的 podcast 比较短。那其实怎么讲？因为听起来好像不难，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说这个金石创业是比较从软体的思维方面发展出来的。所以台湾当然也是有，因为我之前讲到那个供应商，其实也都有做样本之类的。但是其实很多，譬如说开商店或者是有些创业的人，可能他们就会想说，譬如说装潢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会想说就是要给顾客一个最大的最强烈的感受，所以就会想说要一步到位。但其实很多东西，就算你期望了或者是计划好了，会可能有这样的反应，其实很多时候结果都会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实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在在推出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先
经过小规模的试水温，还有测试，还有实验。那重点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譬如说你在实验的阶段一定会花掉一些费用，那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把成本降到最低，然后能够让自己的事业能够撑得越久越好，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发掘出自己的 PNF。那发掘出来的时候，那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那就是表示说最低的程度已经可以生存下去了。那将来就只是更好而已。那这样子的话，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这个概念，然后在创业或者是经营一个新事业的过程的当下，就可以做到至少进可攻退可守，然后用最低的成本发挥最大的效益。那这个礼拜还是一样，那我们也就是 Fellow 先生的这礼拜还是一样，就是在礼拜一晚上的时候，Fellow 先生的创新解决方案预购文章的活动会在礼拜一晚上结束。那感觉上还没有很多人那个预购，但是菲罗先生就会把它当成一个 tempo， 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一定会找出一个主题，然后给大家预购。那这礼拜一样题目是要怎么解决台湾天使投资人稀缺的问题，来支持新创的发展呢？那如果大家对新创和投资有兴趣的话，就希望能够在礼拜一之前就预购，让这个主题达标。那菲尔先生就会把这一个文章写出来，给预购的人分享。那菲尔先生要再重申一遍，菲尔先生的官网是 fellowsglobal.com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粉专是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所以如果因为 Fellow 先生没有很大的，就像金石创业一样，就是等于说完全靠自己一个人去经营这个社群。那如果也没有也没有花很大的资本去宣传。那其实如果有听到菲尔先生的 podcast 的话，那其实菲尔先生写了很多的之前写了很多的文章，还有也开始做了一些 IG 的图文，然后也每个礼拜也会录 podcast， 然后也会有创新问题解决方案的预购活动。所以如果有听到 Fellows 先生的 podcast 的人，就请到官网还有粉专以及里面标注的所有社群，跟 Fellows 先生给 Fellows 先生一些建议。然后如果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从这些管道去跟 Fellows 先生联络。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挥持续性创新生产力，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充实幸福。那么今天第5集的 Podcast 就到此结束。那谢谢大家的聆听。